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这里是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大选到今天为止的更新。首先是德州起诉4个摇摆州案的最新进展，红蓝分明。川普敦促最高法院解决大选舞弊，拯救美国。鲍威尔表示，亚利桑那州选举舞弊案将迅速提交至联邦最高法院。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备受关注的美国大选舞弊上诉案，德州起诉4个摇摆州案，周四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党派分界线。表态支持德州的都是共和党州，而支持4个摇摆州的大体上都是民主党州。截至今天下午4点，这个德州起诉4个摇摆州大选舞弊案最新的进展包括，被告4个州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当事人意见陈述，以民主党州为主的22个州提交非当事人意见陈述，支持4个被告州。在周三的时候，提交当事人意见陈述支持原告德州的18个共和党州的6个州正式提交了动议，还剩下6个共和党州尚未表态，他们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这个诉讼案。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诉讼案。德州在12月8号起诉了乔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等4个摇摆州，指控州官员在2020年大选中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德州指控这4个州违宪非法修改选举法，没有公平地对待选民，而且放松对选票诚信的管理措施，引发重大的投票违规行为。紧接着，美国有6个州在周四，也就是今天，正式向最高法院提交动议，要求加入12月8号德州提起的选举诉讼案。那这6个州分别是密苏里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犹他州。这6个州表示，他们跟本案存在着相关的利益，可能会因诉讼处置而受到损害，所以他们要求加入了诉讼。动议还说，每个州的总检察长最适合代表这个州和这个州的人民的利益。周三，也就是昨天下午，由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密特领导的17个共和党州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非当事人意见陈述，支持德克萨斯州的起诉，目的是推迟4个摇摆州的总统选举人任命。亚利桑那州在周三晚上也向最高法院提交了非当事人意见陈述，支持德州。那我们刚刚说过的周四向最高法院提交加入动议的，就是以上这18个共和党州的其中6个州。另一方面，以民主党州为主的22个州也在周四下午向最高法院提交非当事人意见陈述，表态支持4个摇摆州。到目前，还剩下6个州的共和党总检察长还没有提交支持德州的意见陈述或加入此案的动议。那川普团队呢，也是于12月9号，也就是昨天提交了加入德州案件的动议。最高法院规定12月10号下午3点是被告提出反对法院受理这个案件的最后期限。那目前呢，被告4个州都已经提交了当事人意见陈述。那今天也就是12月10号周四的早上，川普是连发推文，敦促美国最高法院将美国从历史上最严重的选举舞弊中拯救出来。川普总统感慨地写到了2个词：智慧和勇气 ，wisdom and courage。他接着发推文说，最高法院有机会将我们的国家从美国历史上最大选举舞弊中拯救出来。78%的人觉得，而实际上他们也知道选举被操纵。那起诉的另外一条线呢，是鲍威尔团队，我们也来看看详细的情况。鲍威尔律师在今天12月10号表示，他准备对亚利桑那州和威斯康星州被驳回的2个选举舞弊诉讼再提起上诉。这2个案件都是在12月9号，也就是昨天遭到2个州法院的驳回。因为亚利桑那州的法官是奥巴马任命的，所以鲍威尔团队对案卷被驳回并不感到惊讶。
鲍威尔的团队计划将案件在未来几天内快速提交至联邦最高法院。我们也简单的回顾一下亚利桑那州的鲍威尔起诉案。那鲍威尔律师呢，是在12月2号代表亚利桑那州的11名共和党选举人团成员和其他人共同提起了亚利桑那州舞弊案的诉讼，指控这个州操纵选举软件，结合其他的欺诈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和州选举法。诉讼表示，有超过41.2万张非法选票被计入。亚利桑那州州务卿霍布斯和州长杜西是这个案子的被告。那这个诉讼就指控多米尼亚系统将这个机器连接到互联网，违反了选举法。而且从前电子情报分析师的证词表示，Dominion 投票系统软件已经被中国和伊朗的特工访问过。联邦地区法官休梅特瓦在驳回鲍威尔律师的案子时说，这个诉讼里呢没有包含合理的指控。他声称，在11月3号大选期间 ，Dominion 机在这个州受到黑客入侵的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指控。那鲍威尔的律师团队将请求最高法院进行紧急受理，并允许在不等待美国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审理这个案件。那我们知道，最高法院通常是不承担审理此类案件的任何义务的，除非这一类案件可能具有全国性的意义，或者可能协调联邦巡回法院中相互矛盾的裁决，或者是具有先例价值的案例。那鲍威尔团队的律师成员说，我们一直都知道，最终将由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决定。面对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案子时，下级法院的法官总是会躲避的。下级法院法官永远不想成为改变选举的责任人。他还说，我们已经准备好继续战斗，并准备将这场战斗进行到最后，那就是美国最高法院。那根据亚利桑那州的网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340万张选票中，仅以大约 1.05 万张票多过了川普，但川普在2016年是以大约 9.1 万张票赢得了亚利桑那州的胜利。我们再来看看鲍威尔的威斯康辛州的起诉案。在联邦下级法官撤销鲍威尔律师对威斯康辛州提起的诉讼后，鲍威尔律师准备继续上诉。他在邮件中声明说，我们对法院的撤销也并不感到惊讶，我们将寻求紧急审查。他还表示，所有的法官似乎都在念同一个民主党的台词，他们故意对历史上最大的欺诈行为视而不见。这个对威斯康辛州选举委员会和州长 Evers 提起的诉讼说，在最近的大选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选举欺诈，以及对美国宪法和威州选举法的违反，使成千上万的非法投票得以被计算。那律师们还说，威州和选举官员在病毒大流行中改变了选举规则，从而违反了美国宪法和威州的选举法，从而有效的使缺席的民主党选民超过了共和党选民，并助长了选民的欺诈行为。那这个起诉的原告呢，是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选举人，诉讼希望取消这个州对选举结果的认证，或者命令被告认证总统大选结果由唐纳德·川普获胜。那这个案件被提交到美国威州东区地区法案审理，而地区法官这个人叫 Piper， 在周三，也就是昨天12月9号晚上驳回了这个案件，裁定联邦法院是无权受理原告的法律诉求。那鲍威尔律师团队就准备继续上诉。以上呢就是邓梅为您带来的到12月10号为止的大选更新，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稍后我们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着您。